在中国从零开始建立俱乐部，玩真人版足球经理是什么感受？大家好，我是玩真人 FM 的石小桃，今天我又来给各位铜匠俱乐部的股东们汇报工作了。本次汇报工作将分为以下几个板块：球队运营、营销方面、球员训练、球员状态、教练员安排以及后续的工作安排。第一板块，球队运营方面，这个板块是篇幅最多的板块，大家耐心的看一下。第一个，上期有说到要在足协注册业余球队的事啊，这个我确实去做了，在百度搜索上海足协的时候，我发现上海足协的官网非常难找到，能直接搜到点进去的只有上海足协信息化平台机构和个人的认证系统，但好在它至少能注册机构了。在注册的过程中呢，发现了有3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呢是需要提交俱乐部的组织规章制度，第二个是章程。那这2个资料呢，我需要找案例参考一下，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写，但是网上的资料比较少，对于我这种新手党来说不是很友好。我准备下周空闲的时候去足协办事处问一问需要怎么准备，有没有案例可以抄一抄。那另一个就是人员配置方面，需要1名队医，这个是硬性要求，我们暂时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啊，看看哪一个球员能去考个证先顶一顶，或者说是有队医相关证件的小伙伴愿意直接参与进来，那就更好了啊，直接解决问题。那说到这，我一看注册成业余足球俱乐部都需要这么详细的资料，和我以往对于业余比赛的这个认知有些许的冲突，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就在网络上又找了一下，终于是找到了上海足协的官网。这里说一下，中国足协官网下都没有找到上海足协官网的这个链接，这个方面确实需要优化一下。登上了上海足协的官网，我才看到注册成业余足球俱乐部一共才5支球队，我寻思这不应该呀，不应该这么少。然后我就又找了各个软件各个平台，大概下了6、7个 app，在这些 app 上查了之前包括最近上海市各个区各个级别成人比赛的报名条件，发现其实对于业余球队来说要求不算很高，大部分只有年龄和人数上的要求，比赛门槛比想象中的要低很多，对于从零开始建队的我们还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呢，我发现第一个，上海足协官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内容了，第二个，报名比赛需要在不同的 app 上，甚至在不同范围内的公众号上获取信息。那这些比赛不都是要经过各区足协协办的吗？那足协肯定是知道的呀，为什么不能在一个统一的发布平台下发布呢？哪怕是你报名需要在不同的 APP 上操作没有问题，因为你们有合作嘛，但至少要有一个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吧。我还发现业余比赛它没有着重去宣传，可能是确实是受限于经费和精力的问题。那希望我们球队的这个案例能起到一些启发的作用，让更多的爱好者关注到低级别的比赛，让最接近足球土壤的比赛慢慢有观众看，有球迷支持，产生自己的足球文化，而不是就是把这些业余比赛变成了一个偏正规的爱好者约球平台，没人看没人关注，没有升降级，只是有个比赛，那不就是变成了固定时间约球并且有裁判的一个比赛吗？就正规野球，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俱乐部存在的意义吧。第二个就是因为考虑到了我们要报名比赛，到时候就需要提交真正的大名单了。那这一些球员不管是技战术还是心态上，我都希望他能像一个真正的球员一样去对待比赛。我认为一个足球俱乐部不能光用爱发电，自身还是要有一定的造血能力的，同时呢也能把球员和爱好者从训练和心态上区分开来。那当然也要包括待遇上，那未来我们还是想在有一定营收能力之后呢，可以给球员以及球队的工作人员一些薪酬，哪怕只是时薪，哪怕很少很少，那对于球员来说也是从爱好者直接跨越到业余球员了。有和没有就是质的区别。那招聘软件上面，现在上海最低时薪是20块钱每个小时，我这个感情绑架一下，再打一个折，按15块钱来算，我们算个账。假设球员大名单有15个人，每人每周集体合练是2小时，一个月4次，一共就是120个小时，合计1800块，加上每个月的友谊赛场地费1100块，
每个月的水、电解质冲剂和药品这些零零散散的，120块左右，不算报名费，我们每个月的支出就是3020块。那现阶段我们的收入来源只有2个，一个是队费，22个付费成员每人70块一共是1540元。衣服背后的赞助商，也就是我自己的公司，对外的赞助报价是5000块钱一年，算400块钱一个月好了。那稳定收益就是1940块钱一个月。也就是说，球队周边的销售加上比如说前面的赞助商或侧面的赞助商、胸口赞助商或者训练对抗服的赞助商，加上自媒体的收益，加上广告费，这些收入能盈利个1100块钱，就可以实现一个业余球队的基础盘面了。这部分的话，我自己包括教练还是在用爱发电，但这个没有关系。那这个月我们自媒体的收益是80块钱，未来多开直播，多一点粉丝打赏点赞，可能会再高上那么一点，但是还是太少，还是需要通过其他方面去开源。除了营收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一个球队的头等大事就是场地。我们现在用的是社区的免费场地训练，就现在来看，就现阶段来看还能接受。假如政策变化或者是有特殊情况发生，那球场不给用了，那这个就肯定不行了。最终还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主场，哪怕它小一点，这个是需要想办法解决一下。我自己心里面是有3个思路。第一个就是有了成绩或者有了影响力之后呢，和社区合作，在社区有备案的使用免费场地，就是相当于拿了一个许可证，社区认证的。再就是找到愿意免费或者是低价提供训练场地的球场，时间上可以放在非黄金时段的中午，周日的中午。那我们也看看能给球场做点什么事情，不管是推广啊，还是合作啊，还是比赛啊什么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没办法，自己盖一个场地，不管是以俱乐部的名义去盖一个，还是自己掏钱单独建一个场地，单独运营场地，然后给自己的俱乐部提供免费使用时间，这样子。场地问题呢，虽然说现在说还有点早，但是确实可以先讨论起来，未雨绸缪肯定是没有错的。那第3条，可以报名的比赛我们是已经找到了，具体报还是不报呢？等我们这次训练球员都到齐了，我们再商量一下，确认一下大家的时间，对齐一下颗粒度。同时呢，我们不可能为了比赛而比赛啊，肯定是要踢出来点东西，至少是每一个人包括球队它都是进步的，所以一定要加强训练，这方面我交给教练组，要跟教练组商量一下。第4条，最近一段时间接触到了很多 UP 主以及爱好者，甚至一些老教练，甚至有带过中超梯队的教练也和我沟通了一下，愿意帮助我们一起建设球队。虽然说现在才刚刚接触上，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进展，但是其他人主动联系我，愿意帮助球队，对于我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了，至少说明我们现阶段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只是主动联系我们的，就是在这么多关注我们的人里面占一小部分，还有很多在默默关注的小伙伴在帮我们点赞，并且3连。第一期视频里我就说过，有这样想法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只是大家没有做而已，或者做了没有说而已。那我就算没有做起来也是很有意义的，那个叫无道不孤孟子没有骗我们，得道者真的多助。第2大项营销方面其实现阶段的营销我是比较满意的了，剩下的确实是需要时间和数量上的积累，只要我们在正向并且正确的发展，肯定是越来越好的。那做内容成为网红球队只是我们提升关注度的一个方式，那有一定的互联网声量，对于初步发展的我们从零开始建俱乐部的我们是利大于弊的。那包括但不限于引起社区领导的关注和重视，更好的获得赞助商的支持，有球迷粉丝关注和支持，让球员更有凝聚力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面。但是光有流量没有对应的实力肯定是不行的，就算是网红球队它也要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它是一个球队，是球队就要打比赛，打比赛就会有成绩，成绩可以不是最好，但肯定不能没有进步。人家英格兰社区球队有很多球迷支持，那人家球迷是看啥图啥，
那至少是看到这个阵容，看到这个球队俱乐部这些球员都是在成长的，是越来越强的，踢得越来越精彩的。就是好在我们球队一开始定的这个基调它就不高，球迷对于我们的期待值也没有那么高，就无非就是活着发展，能踢一场比赛，有成绩，所以我们还是有不少时间去调整和备赛的，但是确实是需要认真去对待的。那回到营销方面的规划，第一个，我约了一些玩 FM 和做足球解说的 UP 主一起看一看能不能联合投稿以后可以解说我们的业余比赛的录像，或者是我们把友谊赛的监控画面直接推流到直播间里，让 UP 主直播解说。第二条就是还是需要入驻懂球帝、贴吧、虎扑这些平台，但是本人的精力确实有限，有这方面经验或者想尝试一下的小伙伴可以联系我们总的来说，营销和球队实力都是需要同步成长的。第三大项，球员训练方面上上周训练应到19人10到15人，后面又在球场上拉来一个路人一共是16人训练。那这次训练大家也比较积极虽然有2个迟到了，但是有好几个都是在2点多一点就到场了，在一起传球抢圈3点钟的时候我们准时开始训练。现在我们训练前的这个热身排站已经不羞耻了，大家适应能力还是蛮强的。一个成年人做梦，大家可能感觉他有点幼稚，但是一群成年人做梦那就不叫做梦了，叫实现梦想，甚至还有一些感动。本周基础训练就是传接球是的，你没有听错，因为这个水平确实参差不齐，即使是成年人的训练也是要从基础开始练起来。那技术环节就是2过1训练，看视频的话应该也能看得出来大部分球员都不是正规青训梯队出来的，这种训练一开始掌握起来还是花了不少时间的。用我们主教练的话来说，就是他准备这个训练只做15分钟的，结果前10分钟都用来教学了。那第2个技术环节是拉边 U 型反越位加直塞接球射门的训练，具体的名字我也说不好，反正就是这个意思，理解不了就请看视频，请看 VCR。 这个感觉更难，就身体朝向和跑位的这个习惯确实比较难改，而且很多球员在球场上的呼喊包括给队友指示的这些行为本身就比较少，那需要不少的时间去适应和改变。但是呢，这个训练也确实让大家对位置和接球方式有了新的理解，至少我自己感觉我变强了。接着就是技能方面的训练，这个训练就有点像升级版的抢圈，很有意思4个人一组，确实能用到之前2过1训练的内容最后呢就是实战队内赛我们是7v7，没有守门员，小禁区射门。明显感觉到这次训练，这次的队内赛就明显感觉到配合传球变多了，大家就是都在有意识的想去形成配合虽然说可能受限于对足球的理解和脚下的实力不允许，所以踢得没有那么流畅，但是真的是有来有回。而且你们通过前面几次这个训练视频的对比，应该也能看得出来大家都进步了。第4大项，球员状态方面，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现在从最开始的热身都有些羞耻，到现在虚心接受教练批评，大家真的都是一起愿意做梦的小伙伴。第5大项，教练员安排方面如果这次训练集合之后我们确实要报名比赛，那肯定是要先选出大名单，有规划的训练有规划的进行战术安排和战术演练。同时呢，针对每一个人出一个针对性的训练计划，每个人在工作日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最好也能按照教练推荐的方案进行自行训练。那其实大部分小伙伴都是需要再强化一下基本功的。那这里要说一下这一次来试训的小伙伴里面有2个是有1级教练员证的。以后假如我们有了很多的球员分出来一线队和 ABC 队，那就可以分开带队比赛了，因为教练员够多了包括小朋友的队伍也是可以匀到每一个队伍都有教练员带比赛。同时呢，我们把大家都拉到教练组里面，加上前面联系过的老教练，教练组的班子也算是搭建起来了。财务方面上周包括国庆，除了训练喝水的消耗之外，没有额外的开支和上期视频是持平的。关于未来规划方面，第一个我需要先确认是否参加这一次8人制比赛，如果参加比赛
训练计划肯定是要有一些改变的短期内提升个人实力是有点困难，但是球队的战术、球队整体实力是可以好好想想，好好提升一下的。第二个，找赞助商，有小伙伴推荐了2个赞助商，我最近也在接触跟进，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把图文平台是懂球帝、虎扑、贴吧这些给入驻进去。如果没有小伙伴帮忙的话，我自己就先产出一些较为低质的内容。第4个就是找可以合作内容的 UP 主，争取在下次友谊赛就可以有比赛解说，不管是录像还是直播都可以。第5个就是尽快约一个友谊赛，哪怕是 AA 制的友谊赛也可以。第6个就是看看能不能再多招募一些球员人多容错率也就高一点，那毕竟大家都是有正常工作和自己生活的，请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偶尔请下假很正常。那最后呢，就是再回答一下之前有网友问的关于保险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选了2种，一个是腾讯的微保，1天1付的话是1块钱，1个月4块钱，还有一个是1年1付103块，365天。另外一个就是出门小程序，这个小程序既可以参与接龙，在参与接龙的同时呢，它可以付费1元，直接相当于交保费了，是平安旗下的。这个大家帮忙看一下，我们选哪一个比较好。那以上就是本期全部汇报内容了，感谢各位股东的支持，感谢各位小伙伴能看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关注更多一些，球迷更多一些，球员也更多一些，给那些正在观望并且对足球土壤失望的小伙伴带来一些希望。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